朋友们，今天呢，咱们看的是比亚迪的海狮05 EV。这个车型呢，除了像一些年轻新贵们选择之外，它也是非常适合家庭用户的。所以今天呢，咱们来跟你聊一聊这台车型。颜色咱们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版本呢是有点青的颜色。其实说青，我觉得它还是有点那种蓝绿的感觉。那除了这个颜色，它还有2个白，1个灰，一共4个版本让你去选。那另外呢，就是它车型的选择了，它是一共有3个车型，然后呢2个续航的版本，一个是400多，一个500多。然后我们今天拿的这个版本是500多出头的这样的一个续航版本。从车身呢，你也看到了，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摄像头，包括还有这个传感器。那它一共是有29个，就是前后啊，包括侧面，它是各有12个这样的高清摄像头。那还有这个5个毫米波雷达，所以一共是29个。所以它搭载的是比亚迪的天神之眼 C。那一会儿呢，咱们上路上也可以跟你来聊一下它的支架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水平。前备箱呢，它是有一个110升的这样的空间。那行李箱的话，你就基本上能放下一个20寸的。这个设计其实我觉得放在前面也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去机场或者去哪，你把行李放在前面，你就不用再去绕到后边，然后专门再拿行李了，在前面就比较顺手。然后来到侧边呢，你能够看到它用的是半隐藏的门把手，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一定要推崇出去，因为可能像我们女生这个长指甲就不太好抠，但这种半隐藏的，就是既能够降低风阻，你也会觉得说比较有实用性啊，所以这个点是我很喜欢的。后边呢就是这边的隐私玻璃了，然后非常重要的空间带你看一眼。首先呢是一个电尾门哈，打开之后呢，现在在后排座椅没有放倒的情况之下，你能够放下600多升，然后整体放倒之后啊1000多，其实这个水平呢，就是你作为家庭用车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再有呢，底盘它用的是前麦弗逊后5连杆的结构，快充呢从30到80不到20分钟你也就充完了。那接下来咱们上前排，内饰的颜色呢，它有2个，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灰色。这个灰我觉得就是非常百搭的一个颜色。然后配置咱们来看一下，前排呢这块屏是一个12.8的悬浮的一个屏，那它现在里面呢是有一个3D 控车，这个就跟特斯拉的那个有点像，基本上可能你点这儿，比方说啊你点哪点这个后视镜，然后它自己就收回来了，这个还挺方便的。那再有呢，就是在中控这一块了，50瓦的手机无线充，然后2个杯架，然后你敢信这个车是有冰箱的啊，零下6度到50度的一个调节，而且它制冷是特别的怪的，就不是说是那种就是拿空调吹的，它是压缩机的，所以说你会感觉到它的制冷效果是还挺好的。像这种550升的矿泉水，你能够放下4个，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容积。然后再往这儿，这是一个纸巾盒，很细节哦，你也不用担心说就是它有的时候你开车的时候晃，因为它里边它是一个磁吸的，所以说你放到纸巾放在这儿也不会有咯啦咯啦的那种就是异响，所以这个也还挺好的。再有呢就是头顶，小姐姐们非常喜欢，我也很喜欢啊，是一个磁吸的这样的一个换装镜，而且这个光也是非常柔和，你补妆呀什么的就很好。还有呢就是它配置上的一些信息，比方说它的前排座椅加热通风，有3档的这个调节哈，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看。这块屏上呢，就是你划拉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我觉得还可以，有一些 app 在这儿，什么哔哩哔哩呀、宝宝巴士呀、微信。还有呢就是它的哨兵模式以及千里眼，也就是说你在手机 app 上你就能够看到这个车周围的一些情况啊，还有它的车况的一些信息。这个呢我觉得也是能够增加现在咱们对于这个车的一个智能化的体验的感受。再有就是手机的 NFC 啊也是有的。兄弟们，我们现在呢已经把这台车给开起来了。其实你刚一上手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开过很多年前的那种比亚迪，就真的会让你觉得以前的车呢，就是好像你看着是挺好的，但你开起来就觉得还是差点意思。但我觉得现在有一点反过来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在外边可能看到这种车是那种比较平平无奇的感觉，但其实你一上手，你还是会觉得，哎，这个比亚迪的车现在还真的是有点东西。那现在呢，这个车它是全系都搭载了天神之眼 C 啊3幕版，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它的辅助驾驶的东西。像国车呢，它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配置，比方说像 AVP 啊、ATA 这些呢，全部都是能做到的。一会儿呢，咱们找个地儿也来跟你感受一下这台车它的火车上面的东西。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辅助驾驶，咱们现在来开启它的辅助驾驶。现在它这个高费领航是能够做到的，跑稳呀，我觉得它离前置的距离非常的大，但是可能它确实现在也是比较求稳的这个状态。在这儿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其实不管各种各样的车，他们到底是怎么宣传的，但是最终你还是要把你的这个手放在你的方向盘上，甚至可能现在有很多带这个辅助驾驶的车，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如果说你的手不搭在上面，它一定会告诉你，哎，你要赶紧就是把手放在这个上面，不然是很危险
现的事儿。因为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就是任何的车，你甭管它宣传的是怎么样的，但是咱们驾驶员都是最终的事故责任人，所以你就一定要把自己的生命还有你的方向盘要握在自己的手里。现在其实前面都有车，它都有避让哈，它识别到了，哎，我踩一下刹车就停一下。在那种高快的那种情况之下，其实还是挺顺畅的。再跟你聊一点它安全上的东西，那这个车呢，它是基于比亚迪的 E 平台3.0 Evo 打造，它不管是对这个理念啊，以及它的整个的架构，因为 C2B 也是有的，所以这个安全值上面他们还是有挺高的要求的。另外呢，就是气囊了，前面的这个前，然后侧，包括中间以及后排，它都是有的，基本上就是全方位的来给你保证它的这个安全。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刀片电池了，之前呢他们也是做过了很多的那种穿刺的试验，也验证了刀片电池到底有多么的安全。还有呢，就是整个车上它还有一些主被动的安全。这个车上呢，它是有哨兵的，再有呢就是540度的全景影像了，就是等等，在这个价位里边，它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能把这个安全能做到的，他们就全都做到了。这个车呢，它是有泊车辅助的，然后咱们现在来试一下。这一点其实对于一些你特别窄的地方，或者说你不太好停，周边的环境比较复杂的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可以让它来辅助帮你去停。怎么样？你看它停的，这是不是就跟老司机停的差不多？两边的这个位置呢也可以，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好停的地方你就交给它。最后呢，你看完了，你感受到了，其实它在所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配置以及它的颜值啊、安全啊、智驾这方面，你加起来你就会觉得说它其实真的挺适合家庭去用的。就是这个价格，我觉得你能够买到这样一个性价比很高，而且什么样的车型、什么样的配置都有，我觉得这个选择还是挺多样的。所以你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你当地的4S店进行试驾。那以上就是咱们这期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